走婚，那不是一夜情吗？这里就是《西游记》里的女儿国啊！兄弟们，我可开门进了啊！你要走婚了吗？小时候听说有一群人，他们男女从不结婚，但却能有孩子。孩子们的爸爸可能还不是同一个人。每天晚上，男人们会溜进女人的闺房中过夜，天不亮再悄悄地溜走，当地称之为走婚。甚至过去旅游的人也会被拉进女人的闺房中走婚，做一晚上的风流鬼。他们被称为摩梭人，据说是纳西族的分支。前段时间刚好拜訪了纳西族，那裡的一妻多夫居然是真的。那這摩梭族走婚的文化到底是不是真的呢？我們決定一探究竟。我們從成都出發，目的地是四川與雲南的交界寧蒗彝族自治縣。據說這裡是摩梭族最後的居住地，人口已不足5萬。如果再不去看一下，可能這種文化真的就要消失了。從四川到雲南全程700多公里，雖然一路上美不勝收，但也沒想到四川的氣溫會這麼低，道路結冰造成了大部分的車輛不敢通行。幸虧這輛小鵬 G7 超級增程有雪地模式，讓我們算是順利的進入了村子。有了上次拜訪納西族的經驗，這次我提前聯繫到了摩梭族的朋友次若扎什，在他的帶領下，我們認識了他的侄女扎西拉姆。這位摩梭女孩得知我們對他們的文化感興趣，帶着我們就來到了他們族人的家裡。哪個？哦，這豬出來了！花樓在樓上。你看呀，喲，那豬！你好，二哥。哎呦，真大呀你！哇，3個小佩奇。就有倆。哎呦，這2個大豬啊！這2個可以上桌了。哎呦，好大呀，好幾百斤啊！這種應該都養很久吧？養很久。你看這個就是把土豆啊，還有那個叫圓根那種，把它哦，這是給他們吃的。給那個煮的菜。哦，長得這麼肥。以前上面是住人的。對，上面住人，下面是餵豬的。兄弟們啊，這是咱們第一次進入摩梭人的家裡了。門檻特別低，然後門檻特別高，因為我們這個門是對着的是這個神櫃，所以說要進來的時候要低頭。哦，明白明白，有這樣的一個傳統。這個就是我們的祖母睡覺的地方，以前。哦。然後我們以前最古老的時候，我們摩梭人最值錢的東西都是被祖母鎖在，你看這裡都會有鎖的地方，看見沒？鎖給撬了。對。祖母躺在上面，鎖放。財寶都放在下邊。對。因為我們整個摩梭人的地位最高的就是我們的祖母，所以說我們最值錢的一般都是讓它鎖在裡面。你們最高的是祖母。對，但是我們這家裡邊祖母不是奶奶哦，是外婆，媽媽的媽媽，我們是母系氏族。古老的時候，我們摩梭女人生孩子都是在這個屋裡邊，人去世了也是必須要捆綁成嬰兒的形狀，要放在這裡。冬天摩梭村裡是寒冷的，但家家都有火塘。拉姆拿來了木柴，點起了篝火，這就是摩梭人冬季取暖的方式。在篝火的溫暖下，我們聊了許多。他說，在外界人的眼中，摩梭人的關係比較混亂、獵奇、落後，這都是很多人對他們的評價。甚至會有人認為他們根本不知道爸爸是誰。他們聽到後都會很生氣。此時我們出於禮貌，還不能直接詢問原因。他說，要想真正了解走婚的文化，先要去看看他們的花樓。來看一看。他們家。哇塞，兄弟們啊，絕對是大戶人家啊！人家自己還有滑樓梯呢，這你受了嗎？你好，這是祖母。祖母。祖母很害羞。你看很害羞。對。我們想看看您家花樓，真漂亮。不漂亮。很漂亮，非常漂亮。這個就是傳說中的花樓啊。哇哦。它是重新刷了一下漆，但也有60、70年的歷史。嘿，你要幹嘛？可以進去我看一下。進去。屋裡有人，可以進。他們家讀書去了。啊。他們家的讀書的女兒的。哦。還沒回來讀大學了。哦。對，他們家有個孫女兒讀大學。這人家孫女兒的閨房。但是沒有窗戶。這想爬也爬不進來啊！沒有，這真爬不進來。有一些他會弄窗戶，有些人是沒有窗戶。哦，這堵死了這個。你看人家這景，香的。哇塞，玉米豐收了，兄弟們啊，跟他們已經熟絡了啊。到現在為止，我們還沒有問出我們的問題。這個走婚到底什麼樣？是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走？
到底能不能很多个人一起走婚？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。那我们会有什么暗号吗？或者是有什么暗语啊、才能歌曲啊，才能搭上线儿？对，因为以前嘛，就是没有手机，各种联絡是曲线的嘛，所以一般我们有些时候可以，要么就扔个石子儿啊，那个来作为暗号，或者要么就是一首歌曲，就是男女对唱，就是说，哎，对，可以唱歌。就比如说女孩在自己的花楼里边，男孩在楼下，就是比如说要进来了，就可以用歌声，就是说，比如说，哎，我就在你的楼下了。你会唱吗？对对，可会耶。啊个愿啊个愿，月亮载到西山头，你何须惶惶地走个愿跟随着拉姆的歌声，我们来到了一位阿妈的家，走婚的真相即将浮出水面。兄弟们，你们觉得他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？长得像一个人，感觉啊，长得有点像一个人。你们猜猜像谁？像个人，不是，长得有点像一个朋友。这是，哇塞，太牛了！它这个台阶非常的高，基本上到我小腿了啊。然后咱们进来，哇塞，非常的有文化。这个就是女人住，对，这个是男人住。然后你看，加上挂满了这个肉啊，腊肉、香肠，哇塞！这个肉看起来好新鲜呀！哎呦，哎，哦，这点个火做一下，好嘞。阿姨，这还真是能睡，阿姨睡这儿啊？真实的睡这里的，一点都不。人家是生活的，不是表演的，对对，这是他的祖母。那这个阿姨会不会就是她一翻身掉下来呀？不会不会，他们睡习惯了，睡一辈子。我现在很想说，这底下是阿姨的宝藏。这别摸啊，别摸。这个我们找找那锁在哪儿了。在外人的眼中，摩梭女是不嫁人的，但是会和很多男人生孩子，而摩梭族的男人更是成为了不负责任的代名词。带着诸多的疑問，我們聊起了摩梭族走婚的習俗。老奶奶說，她要給我們講個故事。22年的時候，我們兩個結婚嘛。我們以前不是結婚的，結婚沒有。爸爸媽媽去看了，着急回來了。有個媒人把男人帶起回來了，帶地脂肪來了嘛。媒人把您那個把丈夫，就您的前丈夫帶過來。丈夫帶回來了，完了就走婚了嘛。在40幾年的時候是走不動了，在我們家住了。他走不動原因因為太遠了，是嗎？他們有划船的。他要划船，每天嗎？沒有，晚上划船。晚上划船在這兒走婚，睡完覺，第二天早上起來再回去。回去。每天。以前他一點病了就死了，沒有了。40多鐘。50幾歲就沒有了。50幾歲就沒有了。他風濕病。風濕病，他比您大嗎？比我大3歲呢。大3歲，72。就是你每天晚上都盼着他來，因為晚上才能見一次。哎呀，真不容易。他們說摩梭族一定要爬窗戶，這種就是要男生爬到女生的窗戶去敲女生的門，女生同意喜歡才可以。不喜歡就不行。等於到您這輩兒的時候，已經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了。以前我們這上一代是一個孩子一個爸爸，一個孩子一個爸爸。現在我們的這一代是幾個孩子就是一個爸爸了。明白了，一定要幫這個大家去說一下這個情況，因為大家還認為是以前的。到現在我終於明白了，摩梭人的文化。大家傳說的那個文化是真實存在的，對，但是是過去是可能幾十年、幾百年的這麼一個傳承的文化。幾十年的時候有，幾十年的時候啊，就是一個孩子一個爸爸，每一個爸爸都不在家裡，對，完了呢，兄弟姐妹們都跟着媽媽住，也就是說，
只要有妈媽，爸爸其實是誰無所謂，對，都是媽媽的財產。這叫什麼？娘親舅大，舅舅幫着媽媽、祖母一起撫養子女。跟隨着老奶奶的記憶，我們仿佛回到了那個年代，越來越明白他們走婚的習俗。其實，在摩梭人的眼中，孩子們和阿咪生活在一起很好，家裡都是族親，沒有外人。舅舅考慮着生計，祖母維繫着家庭，大家彼此都沒有壓力。而不和走婚的對象生活在一起，不會吵架，也不會因為孩子而產生分歧，更不會考慮錢和財產分割的問題。可能作為爸爸，確實沒能陪在自己孩子的身邊，但是卻換了個身份，成為了自己家孩子的舅舅，陪在了他們的身邊。可能在他們的心中，身邊的舅舅就是爸爸。隨着如今社會的發展，他們的文化也發生了变化，很少有多個孩子不同爸爸的情況了，但每家的熱情卻保留至今。即便像我們這樣的過客來訪，家裡辦白事也會請你进去喝一杯苦茶，家裡有喜事也會請你吃一頓喜宴。第一次見面就好像是家裡人一起圍着火塘吃飯聊天。可能總有一天這樣的文化會消失，但絕不代表他們是落後的、原始的，它只是另一種的生活方式。